其实台湾一直以来就是这种认同是很复杂的，它不太可能有一种官方版本，或者是说有一个标准的版本符合每一个人。应该是说，认同这种事情是随着时间转变，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我在创作里面我一直想要去处理的问题。尊采的这次的个展就是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是日治时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机构。因为这个国家总体战的这个政策，所以整个工业研究所极力的发展军需产业的需求，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非常快速的从各种研究项目里面去想如何它可被运用在军需产业上。那因为这种压力呢，这好像是一种科技史上的大跃进啊，所以我就想从这个角度呢，有点像是从这个科学史或是科技史的角度去重新去看殖民历史。在我这次展览里面，就从这个矿物研究呢发展出了核衰变计时器这个作品。当时的在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锆石呢，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作为合金的材料，所以就开始对台湾的这个锆石进行研究，然后也在思考说有没有开采的可能。不过它的量其实还是不足以有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啊，所以最后这个计划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当时的研究员呢，就把这个锆石啊传给他的学生，就是现在台大的地质系的老师。我这个作品呢，就是跟台大地质系的老师合作的。因为这锆石到了他们手上以后呢，他们可以透过这锆石里面的放射性元素，可以测得它是4600万年前产生的，当时都还没有台湾。但是从这锆石的，包括它采到的地点，还有它里面的一些元素的这个测定呢，就可以去倒推出整个台湾是如何形成的。它居然开展出了一个很宏大的时空观，跟我们人类这种很渺小的有一个很巨大的这种对比。这个老师他在影片里面他也说，他现在退休了，他会把这些锆石再传给他的学生，可是他的学生到底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他也不知道。就好像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老师，他们没有想到说，原来锆石可以拿来作为一种认识地球历史跟时间的方法。在1937年啊，日本有一家香水公司叫高砂香料株式会社，它在台北成立。那它就跟当时的工业研究所有很多的合作。这高砂香料公司它取作高砂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原料都来自台湾，那高砂呢是以前日本对台湾的称呼，就称为高砂。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有一出能剧的剧本也叫高砂。高砂这出剧呢，它其实在讲有2棵松树，它们距离很遥远，在2个不同的城市，可是这2个松树它们的根呢却是同一个根。那剧本里面呢，就有一对老夫妻，他们老夫妻就以他们自己为例，就是说只要2个人很恩爱，不管是多遥远呢，都没办法阻挡他们的。那整出剧的最后呢，这对老夫妻他们才说，其实我们就是这2棵树化身而来的树精。因为这个意象，所以等于这香水公司这个高砂是双关语，一方面它是关于14世纪的这出能剧，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原料来自于台湾，所以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就邀请这个国立的能剧团呢，在高砂香水公司里面表演高砂这一出戏，等于是从这个双关语的这个角度呢，然后再回溯这个从工业研究所的精油研究一直到今天的这一段过程，这样子。假设我是在10年前处理日治时期的历史，我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看方式。可是今天，当我在处理的时候呢，我已经是处在一个大家都在用 FB 的时代，
大家都在看 YouTube 的影片的时代，一种破碎的，但是非常快速的、很快的产生各种连接的这种观影方式，已经跟之前不同。所以在我这次展览里面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在思考说，今天我们看待影像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从这种角度，那怎么再去处理这些有关故事或是历史或者这些过往的事情。在日本时代的时候，这个工厂呢叫做海军第6燃料厂。那当时呢，他们就是主要是生产丁醇，还有生产这个飞机用的燃料。那海军燃料厂整个设置完成以后，其实没有几年战争就结束了。那很快的，这个整个工厂就废弃了。那后来因为国共分裂的关系，有大量的这个军人和眷属随着蒋介石来到台湾。所以那时候台湾各地就开始形成了不同的眷村，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海军第6燃料厂，不过现在也已经全部都荒废了。我这次呢是使用空拍机在工厂里面拍摄，但是我把空拍机是使用来作为好像一种演员一样，他在这个已经空无一人的这个工厂里面穿梭，在不同的角落，然后再搜寻。这个海军第6燃料厂还遗留下一个很大的烟囱。那这烟囱里面呢，现在住了很多的蝙蝠。这种蝙蝠是这种特殊的，叫双毛蝠。它其实一般是在北方才会有的蝙蝠，像日本或韩国。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居然就变成台湾双毛蝠唯一的一个栖息地。那另外呢，影片里面也结合了很多这个资料影片，是2战期间呢，美军跟中国的盟军轰炸台湾的画面。所以等于是透过几个飞行的意象来贯穿这个地方。数量、日付、人物、事件、順序、因果関係。你可以看到这影片里面的旁白啊，用日文发音的，它是来自于曾经在这工厂工作的日本人，他们所写的回忆录。透过这个程式运算呢，每一次你可能都会听到不同的回忆录的故事。那画面呢，也是透过程式它自动去排列组合，它就好像它里面描述到这些回忆这样，它其实是很模糊的、很不确定性的。透过这个装置的形式呢，去呈现回忆这件事情本身。我的作品常常会有一些是比较像电影的工作方式，它是有关一群人进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要跟当地的各种协商，然后沟通工作，最后生产出这个影像。让我觉得它很重要，就是从这种很扎扎实实的，在不同的人事物、不同的地点呢，去产生出这种影像叙事，来铺陈这不同于这种大叙事或是大历史的这种书写方式。